这期视频聊一聊人类早期古典文明。农业让人类第一次学会留在原地，当人不再追逐食物，而是让食物生长于土地，历史的节奏就此改变。从两河流域到尼罗河，从印度河到黄河，人类在河谷间筑起家园，他们驯服水流，也驯服了自己。修渠需要合作，合作需要权威，而权威一旦确立，就必须有制度维持。于是，城市、法律、信仰、王权，这一切都从灌溉的沟渠中长了出来。文明并非突如其来，它是无数次试错与妥协的产物。从管理水源开始，人类第一次把自然的秩序变成社会的秩序。由于食物的大量剩余，让人类不需要所有人都从事农业，于是渐渐出现了祭司、军人、官员。文字的发明本来是为了记账，却成为历史的载体。当思想被刻入泥板，人类第一次学会了与时间对话。文明的本质不在于石头堆成的城墙，而在于人类学会了组织复杂性，从合作到制度，从制度到权力，这是人类第一次从生存走向统治。文明带来了稳定，也带来了不平等。在部落时代，人依附亲属，分享劳动果实，但当生产效率提高，财富可以储存与继承，社会就不可避免的分层。在每一个古代文明中，都能看到同样的轨迹：贵族拥有土地，平民缴纳赋税，男性掌握权力，女性逐渐失去公共权利。上层的人用宗教解释特权，下层的人用信仰接受命运。文明让人类脱离野蛮，而秩序让社会免于混乱，却也让许多人终身无法跨越阶层。最早的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秩序视为最高理想。在两河流域，秩序靠法律维系；在埃及，依赖对神明的信仰；印度河文明选择了城市规划与几何的严谨，而中国则以礼制教化人心。秩序带来安全，也要求服从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制度驯服本能，以权力取代血缘，用社会构建取代了自然状态。人类不再只是族群中的一员，而成为体制下的子民。尽管起点相似，不同的文明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。在两河流域，城市第一次从尘土中升起，洪水吞噬田野，战火摧毁村庄。人类第一次意识到神不会怜悯，命运没有温度。于是他们刻下汉谟拉比法典，向世界宣告：既然命运无情，唯有规则能让人立于混沌之中。而在埃及，温顺的尼罗河年复一年的滋养大地，塑造出一种更柔和的秩序。人们相信神王，相信来世，也相信秩序，就像河流会在时间中不断轮回。他们用金字塔延续死后的秩序，用壁画和石雕追求永恒的安宁。远在海风吹拂的克里特岛，文明生长于浪花与阳光之间，没有城墙，没有军事霸权，这里充满舞蹈与女性的身影。贸易替代了征服，女性拥有不低的地位，她们用优雅对抗权力的冷酷，用生活本身证明文明不必建立在压迫之上。在印度河流域，人类第一次让秩序取代了神的意志，街道笔直，城市规划超前，排水系统精密无比，手工艺和冶金十分发达。然而，当河水改道，异族南侵，这片完美的秩序在一夜之间化为尘土。没有王的墓，没有神的庙，仿佛整个文明只是时间的一次深呼吸。而在东方，中国的商与周走出了一条延续而非断裂的道路。这里的文明不是被彻底替代，而是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重塑自己。礼制、宗庙、文字、青铜器，每一次变革都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。也正因这份自我更新的力量，它得以穿越千年风霜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漫长的回声。就在这些文明看似稳固之时，北方的风开始吹动历史。游牧民族驯化了马匹，掌握了铁器，他们不筑城，不种田，拥有无可匹敌的机动性。当骑兵出现，战车成了过去，铁器廉价而又锋利，战争不再是王公的特权，于是世界被重新洗牌。游牧民族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旧秩序，也把技术、语言与文化带到新的土地。有的地区被征服后重生，有的文明则消失在尘土里。到公元前1000年，
欧亚大陆的文明几乎连成一片，两河流域的法典、埃及的神权、希腊的城邦、印度的宗教、中国的礼乐，这5种回答共同定义了人类社会的意义。他们各自强调不同的价值、法律、信仰、自由、秩序、和谐，但他们都在探索同一个课题：秩序与自由的平衡，稳定与创造的共生。古典文明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直面自身存在的意义，社会不再只是生存的工具，而成为了思想的容器与权力的剧场。古典文明的伟大不在于建起城市与制度，更在于它让人类第一次学会了自省。当我们今天仍在追问人类如何与命运相处，人在挣扎于自由与秩序的边界，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寻找方向时，其实不过是在光阴的长河中重复那古老而未尽的思考。文明的故事其实是一面镜子，在它诞生的那一刻，人类不只是驯服自然，更开始驯服自己。我们发明法律是为了约束暴力，但我们也发明了暴力，用来捍卫法律。我们建造神庙是为了敬畏神明，可在崇拜的仪式里，我们又学会了控制他人。文明从一开始就带着这种双重性，既是进步的象征，也是束缚的开端。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释放新的力量，而力量总会引来新的秩序。当人类让火焰为自己燃烧，也不得不面对火焰可能焚身的风险。我们不断创造秩序，又被秩序重新塑形。人类从山洞走到城邦，从泥板走到代码，从部落的火堆走到全球的互联网络。纵使时代变迁，每一代人都在回应同一个追问：我们是否仍主宰着工具，还是早已沦为它的仆人？文明不是答案，而是问题本身。人类用制度抵御混乱，用神话遮蔽恐惧，用技术延长生存。而文明真正逼近的，并非我们还能创造什么，而是我们是否真的脱离了混沌，还是仅仅换上了一副更难察觉的枷锁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